take a minute to talk about Maple because he has alluded to retiring. He is to m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players in the sport in its history. You would still look at the context of the PCS as pre and post Maple. Even if he doesn't retire, it's kind of a sunsetting of what the PCS was going forward into APAC. 虽然说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但是这5年 PCS 真的带给我们蛮多的回忆。这边是我平常玩电脑的地方，然后这边有这个曾经的电廊，已经解散。然后这边这个是各国写给我的 Happy Birthday， 然后这边是各个时期的照片吧，虽然没有全部。这是我平常睡觉的地方，还蛮好睡的，双人床。然后这是我的衣橱，但这边不能看。喂，1、2、3，听得到吗？大家好，我是 Maple 枫糖岁月。我在职业场上度过了10几年的时光，主玩中路。这一支影片也是我职业场上的最后一支影片。Maple 小时候应该也是蛮活泼的。我是属于那一种乐天派的，对那个 Maple 从小就没有那一种人格的限制。妈妈当然是希望。小孩当然希望他乖一点嘛，那玩电动时间不要太久这是一般父母亲的那种心态。其实我从小就蛮喜欢打游戏的吧，然后因为我哥大我6岁，所以其实他小时候我都是看他玩什么游戏，我就跟着玩。哥哥是说他蛮有天赋的，以前还有哥哥很多同学都回来跑到家里来看他玩游戏。当初是每个游戏都玩嘛。那种性场就蛮强的嘛，然后那时候 LOL 刚出，然后朋友也有找我去玩，玩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在这游戏还蛮有天分的，然后就在 S2 末期的时候就认真的打了一下排位。他那一阵子好像要上台服，可能第1还是第2我忘了，假装要去睡觉，结果又跑出来打电动。哦，真的吗？有吗？但我记得我以前只能玩到10点，第二11点就在房间看电视。那时候台服高端，因为黑手刚办嘛，我大概有4个职业队，然后4个职业队都有问过我，然后我其实也很常遇到一些选手啊 ，Wins， 那 Wins 其实一开始我跟他比较好，在精英场的时候就会双排了，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打职业。枫蓝其实算是我在那个时间点，另外去找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我们精英球的战绩并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的好。虽然说挂着职业，但我们也没有教练。然后大家也年纪都很小，也都是新人嘛，所以其实那时候感觉更像是跟朋友一起在打，在那个摄影棚里，然后我紧张到手都会抖。我记得好像是什么5、6连败这样子，我们就发现干真的不行了，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赶快找那个新的中路，世界就说那个台服上面有那个好像一个什么还16、15岁的很年轻的选手这样子。然后说是什么小屁孩之类会在巴哈发文这样，你可以去玩1年，不行的话我们就玩1年读书嘛。其实我觉得也还行。第2件事情，如果说他对这个行业有一个远景在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那是很棒的。感觉也蛮好玩的吧，因为打比赛没有试过。刚到的时候，其实我第1天睡觉好像就有点想回家了，因为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刚进宿舍，地板就3只蟑螂在地板上爬，然后地板上全是钱。他们说睡觉要穿袜子，就是避免蟑螂爬到脚上。然后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可怕，然后马桶又堵住了，然后牛排就说你们谁再把马桶堵住，他就要拉屎在桌上。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成绩还蛮惨的，然后放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赢下来，对，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很顺利。第1场的话。就我的初登版嘛，然后好像打的是咕噜猫吧，好像赢蛮多的，然后第1场其实就是蛮顺利的就赢下来，就感觉什么也没干，然后但是战绩还不错。阿里的球，蓝宝这个大绝放的位置还 OK， 加罗的大绝同时把3个人给击飞到空中，这电竞龙其他队员的这个血量是有点危险的，杰西有点卡利斯，其他的查利
是 settle 很开心的。电竞很草创时期，就是没有教练，没有什么领队，然后选手都是比赛前30分钟、1个小时，我们自己在那边讨论笔记。我觉得那个时候普遍大家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都还没有到这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当然是每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嘛。我那时候可能就不怎么管，就说你们给我玩谁都可以。而且那时候有很好的就是leader，就是那时候其实牛排是我们队伍的 leader 这样子。对，就虽然说大家都说什么他火烧树林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实他在我们队伍里面很关键。我的年纪在橘子熊的时候算是比较年长的，接触其他游戏的经验也比他们多一点点，所以说我刚好就比较适合说指挥啊，或者是带队伍。那时候的游戏其实大家都蛮烂的，所以有个扣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因为牛排的话，我们就会说，你操作不行，那你去多动点脑，然后我们负责操作这样子。这个时候的 Maple 非常有自信，天分很高，操作很好，就智障白痴低能儿，你就觉得他是来乱的，你就觉得这个人职业打得这么厉害，但私底下你就是永远搞不懂他到底在想啥。就是 Wins 比较照顾我嘛，然后可能很多事情我不太会用了，他就会帮我用这样。但我那时候以为他很凶，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一个金毛8+9的样子。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在橘子熊的时候，他就会看一些就是韩国的 Twitch 女实况主，他就说哦这个谁我知道啊，这个我也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感觉他无时无刻都在看女主播。当然那个时候是真的，我觉得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他给人的这个宰制力已经跟其他的中路是不同的档次。还有一点是，我觉得这个选手厉害的点在于，有些选手比赛是容易紧张的，但就我而言，我觉得枫糖他是完全不会紧张的那种选手，因为我觉得他在享受打比赛。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以及尖叫声欢迎我们的橘子熊以及 TPS。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打到冠军赛这个舞台，因为当时就觉得打一场是一场。可能前一天就睡不太着，就是很紧张，然后上台之后，其实就是可能手跟脚都还会抖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是从那个区域资格赛的败部一直打上来，就是只要我们再输一场，我们就结束了。那我们可能现在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可能就被淘汰，然后也不会打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是命运的安排吧。然后但是坐在电脑前就是准备比赛的时候，就完全进入那个状态。到了喽，荣达这边有一点危险，看起来硬杀荣达这个地方应该往生了，跟阿里直接是对着脸打一套。或者是这个主法要爆炸了，所有人在拼命的打小兵跟英雄不停砍他，快点只剩一滴血之后把他砍掉，那恭喜橘子熊拿下了第一场的胜利。那个时候我是 TPS 的粉丝，所以当时有一点点像不喜欢橘子熊。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观众应该都是以 TP 系列为支持的对象 ，TPA、TPS， 所以那个时候橘子熊把 TPS 干掉的时候，其实我蛮不爽的。哪来的野鸡队啊？就根本就不认识，然后把我们这个太子队 TPS 打掉。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赛制嘛，就我们是败部的，然后他们5已经先拿1分了，所以我们上去的时候其实也很劣势的开局，但是也没有想太多啊，就觉得我们好像比对面强这样子。唢呐的大绝控制的不错吧？奥利安娜给杀掉了，法洛斯大绝也绑进来 ，mistake 非常危险，交一个闪现往后跳，哇，在这一个角度吃到爱心嘎贼贼非常危险。好，这里蜘蛛扑他，再砍一下死定了。那么呢是决赛 BO5 的第2盘赛事，橘子熊已经取得了2连胜。原本是认为说只在线下赛玩一玩而已，真的打到大巨蛋，我觉得就是那种心情有一点飘飘然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捧 TPS 的福气，是因为他们上一次冠军嘛，所以他们冠军，所以他们才会当时那一场才会办到大巨蛋区嘛。那讲捧赢了 Hockey， 所以我们才能在那边比赛嘛。橘熊现在是在疯狂打双塔，再加上5个人8龙 buff 全在的情况，这边恭喜橘子熊从败部一路挑战回来，最后在小巨蛋证明了他们。当时其实台下全是人，就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快破万，但是就感觉人是真的很多。因为我知道说里面的粉丝大部分都是别队的，我跟蛇蛇妈妈。他们如果打赢我们2个就说
这边很开心这样子，全旁边的人都很安静。大家都是拿自己免角，就没有所谓的 counter 啊，大家的角色池可能也很少，因为当时也就3个杯，所以其实那时候的 LOL 就是很草创时期。第一年去了就打上就上世界赛了就去美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ime to meet the teams for tonight's first quarterfinal best-of-3 series between the Gamma Bears and SK Telecom T1. The first League of Legends event that I ever watched was the 2013 World Championship. Maple was ther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hich I'd seen him on Gamania Bears. 当时就是 Faker 这个名字就是有听说，但是还不知道他是真的那么强，但知道韩国队的实力都蛮强的。然后真的比赛对到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哇 ，Faker 那时候其实 LoL 的理解已经超越我们蛮多人的。He doesn't manage to connect in the background. Stake is still alive. Dragons descent out. That's a great strangle force. Will at least interrupt SK Telecom. Bengi's the first victim of the fight, but it's soon going to be much more of the Gamma Bears down. That's a double kill for Impact as he continues to chase down. Another kill for Faker. 第一次的对决，我自己觉得其实风坛在 AS3那年我打比赛的时候嘛，我觉得没有输到 Faker 太多啦。那一年我觉得没有差到这么多。这几年下来，我觉得风坛持续表现都还是不错，但Faker 真的有点夸张。And here's another one in mid with Shen. Here comes Stand United. Maple is going to do the best he can to get away. Flashes the taunt. Spirit Rush is not available. Will be in a few seconds. Faker follows the Claw of Doom to end Maple's life. We'll see how this works out. There comes the Claw of Doom. They land a massive Glacial Doom, and that's just melted. Double kill for Faker. That's the third kill of the fight for Little Piglet. Now Maple's in trouble. Claw of Doom goes out into the Ring of Frost, and that's 3 for Piglet, 2 for Faker. What a controlled performance here from SKT. And once they got that lead, they never let it go. 因为我是年中才加入橘子熊的，所以没有想到就是打了几个月就有机会可以代表就是台湾出去比赛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跟我打小巨蛋之前一样，就是觉得打一场是一场，那我就想办法表现得好。但是当时比较可惜，我们其实保送8强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只打2场就被T1送回家，没什么玩到的感觉。因为他代表赛区去打世界赛嘛，然后那时候被虐嘛，所以就一开始印象没有很好，因为我们前一年拿世界冠军啦。我会上 PTT 去看，然后我就哇塞，都一群人在骂。那时候我不了解网络文化，我就超生气，我好想上去留言之类，就发现我没有账号。虽然他们那时候是冠军，但当时被骂完之后，其实就是一个成长吧。我觉得就是后续我就不太会在意那些言论，因为我觉得当选手其实就是打得好就吹嘛，打不好就会被骂，其实是很正常。自己能认可自己就行，然后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其实当初跟我橘子熊打的那4个队友其实都非常好，每个都是会联络，而且我们很常偶尔会办个橘子熊聚会这样子，橘子帮，然后我们会一起在台北吃饭。大家好，我是台将教练阿森。我们团队在前橘子熊解散之后呢，其中与6位选手洽谈。那在考量个人选手意愿之下，其中有5位愿意加入我们闪亮的团队。那由于年龄限制，我们不得不放弃冬季 GPL 的参赛资格。目前正积准备冬季 LNL 的比赛。他队伍有拆掉过，每个队伍几乎都有重组过。像那时候的 AHQ 是 Corsair 嘛，就是最早时期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每个队伍都有重组过。然后当时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游艺钢铁人之后转成游艺闪电狼。我当时其实想跟 Wins 一起走的，然后后来好像 TPA 说不收16岁的小孩，那时候也可以去钟培生那边，也可以去 TPA， 也可以去闪亮，然后其实都是要蹲1年，就是等于是他们要先养我1年嘛。其实，在打 S3之前就知道可能橘子熊要解散了嘛，对，所以后来就是在解散之前就有闪亮来联系我们，这样就说要不要大家一起来打这样子。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来闪亮？你要去问他啊，对他应该也蛮后悔的吧。我16岁的时候，其实当时闪亮的成绩蛮差的，就他们没有我。那时候找了咪咪蛋嘛来打中路，然后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我甚至在业余赛赚到奖还比他们多。S4他不能打的时候嘛，我们调到次级联赛嘛。后来风堂满17之后再度加入之后，感觉队伍的整个心气或者是整个心态上又有很大的改变。那时候教练问我一个问题啊，你虽然是打中路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去上路会比较有多一点机会可以上场啊？
枫堂是什么被冠上一个天才少年、钓鱼宗师，什么17岁明星，其他队洗岁，跟一个牛排，在那个打台服，跟别人要位置，别人都不会给他的。再看看枫堂打台服，别人看到他 ID 不是中路，位置给你，位置给你，那当然咯。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被挤去上路，跟他一起继续竞争下去，我觉得上场机会真的不大。当时就只是觉得终于17岁，因为其实蹲了1年蛮无聊的，然后这个规定也是突然加上去的，就觉得终于有机会有一个舞台啊。因为我其实16岁那一年，其实大家打韩服，我也是打到了大概10几名，就是也是蛮高分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实力蛮够，然后就比较可惜，就是没有舞台发挥。当时的 LMS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它是4个大战队，就 TPA 嘛，然后之后是 J Team， 然后闪电狼、ASU 跟 HKA， 那时候叫 HKES，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4个战队，我觉得算群雄并立。得说啦，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那时候比赛跟竞争度很刺激，因为那时候你可以说是有很多列强，可能 TQ 啊，然后 HKES 啊，然后甚至可能什么 NSE，Maple 又是这些中路选手里面算年轻，而且我觉得他的稳定度是很高的，那自然他在赛区有很好的成绩。印象蛮深是就是那个在 LNS 在闪电狼第一次初登板玩那个雷格尔跟枫堂的那个菲斯 combo， 我记得。侧面啊，哇，还是一个绑约的绑，还是绑到 Maple 直接一个先捞海胆逼出了闪现，两边要硬打，最后是用凛冽重击的伤害配上了 Maple 第2段的输出。第一次听到枫堂这个人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加入 TPA 嘛，然后就说这个选手超强，但是他现在还不能打比赛。然后我想说，会有这么强的选手吗？当时就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想说大家应该是胡乱。过1年，好像是2015左右吧。枫堂可以打，他就17岁。那当时比赛场上有遇到，觉得哇，真的好强这个人。所以没什么印象，所以好像被我5连杀，他好像记得蛮清楚。就其实我跟西门就不同时代的人吧，就是其实他年龄跟我差蛮多，然后开始打 LOL 的时候，其实也就知道西门是个非常强的中路，然后玩的角色也都蛮特别的。我比较会打团战。他是对线很厉害，然后对整个配合队伍的时候，他的角色词可以拿出来更多去配合队伍。我虽然也是刺客出身的，不过后来可能角色词也差蛮多的。我可能会去练 Meta 角，西门可能就继续玩他的 Main 角。那我觉得 Maple 让我比较觉得惊艳的一点，应该是他的全能性吧。他们各自著名的角色都不太一样，但那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争什么台服3大杰神的称号嘛，对，但是大家都说台服3大杰神很像一台公车一样，就是上面可能有5、6、7、8个人。IEN 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输给 TSM 嘛，那时候我玩勒布朗，然后被比尔森的金单打嘛。Oh, waiting to see what Bjorkson will do in this trade. He's going in. Oh, he took a tower hit there as Maple. Don't think the death mark's got quite enough damage with the shuriken from the side. 当时每一个明星中路，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性很高的角色的时候，你会就觉得说那样特别好看。西门的缺点的话是角色池比较不是这么主流，但他不是角色池少，跟人家玩的角色比较不一样。但我觉得他角色池还是算多的。那 Maple 的话，他也是冠亚赛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那个沙皇直接第一把就把我们捅穿了，后面就把他编掉之后就没有这么难处理了。团队会需要 Maple 选刺客的时候，他拿得出一些招牌英雄。就举例来说，你可能知道 Maple 的刺客就是勒布朗，然后阿卡丽大概就这2只。那你看像西门就一直被讲说是匿名菲斯杰这种嘛，就是他会比较偏向小团战碰撞支援的。我也是把他当做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最大的对手，最终还是看比赛谁会赢嘛。当然就是比赛场上见真章了。在前后，不会说还活着，没有问题。另一个狂杀猛击推了2个人，但没有晕到太多的，然后要在后方直接被前面手收掉，这个把这全部爆开。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一场都没输，然后我们是全胜赢到季后赛决赛，然后后来发现我靠 HQ 那个版本太强了。好像3-0还3-1，直接被虐杀。那一年2015年那个版本，我们比较适合我们，就是打架版本，然后那一年我们就老师逆袭嘛。哇，我记得在后台那边大家都蛮难过，都哭了。输毕竟是有打不好的嘛，然后大部分都是打不好输的，然后
就我们当时其实都是蛮纯粹的吧，就是蛮想赢的。就换上我之后，然后我们第一次赢下 AHQ， 还是那个赛区冠军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最开心，就大家的表情是真的是很难形容的开心，就是因为我们后面好像赢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每次赢完就是我没有赢了，我没有赢了，但第一次很开心。其实让我最有印象深刻的就是2016的夏季赛嘛，有一场让2追3嘛。之下晃的也回来，已经打一团了。这边 HQ 可能要被 S， 闪电狼准备追3，拿到了比赛胜利，全往香港。我们跟启 Q 一直都没有到真的有说谁制霸吧。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两队其实没有到差距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开始赢他们之后，也是从那个让2追3开始。到了一个很强的队伍的感觉，然后突然就好像被带着一直赢。就是记得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厉害，但是越打越厉害。就是打到后面的时候，我们 HQ 好像就完全打不赢闪电狼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吧。我们常常打到冠亚赛嘛，然后打到冠亚赛的时候 ，Maple 的发挥有时候会比较难以应对一点。当时我们跟 HQ 打法就差蛮多了，我们可能就比较偏韩式营运这样子，然后 HQ 就是比较偏 main 角流啊，打团。当然看风堂的比赛就不免俗一定会看到卡萨嘛，所以我会把他们的中野就是摆在一起看。经典的组合啊，勒布朗、李欣，他们是怎么去创造 gank 机会，然后甚至是去怎么操作团战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后期能称霸，就是因为我跟卡萨吧。我觉得当时卡萨可能刚加入不久，然后他也越打越好，就他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嘛。那时候野王嘛，我其实跟他打蛮凶的，然后那时候的配合也挺好，就可能比 HQ 的中野配合来的好，所以我们当时就后期就比较慢慢称霸赛区。其实还是蛮喜欢有个线下场馆的吧，可能当时跟 AHQ 打的时候，就是台下都会坐满啊，粉丝给的支持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在线下比较有那种兴奋的感觉。所以当时我自己认为，除了 AHQ 跟闪电狼之外，其他的粉丝没有明显的对立，就只有 AHQ 跟闪电狼会是很明显的光谱的两端，因为他们的风格太不一样，所以喜欢战术营运的会喜欢闪电狼，喜欢打架风格的会喜欢 AHQ。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办了一个，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类似粉丝见面会的，然后一开始从人很少，然后就是到最后我走那年，就 S5、6、7都办，然后 S7那年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办，虽然场地也不大，但是坐满了，然后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哭，就印象其实蛮深刻的。就是他其实以前就喜欢看梅亚啦，就是看梅亚看的还蛮多的。那个班其实都是什么打野带着辅助，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在地图晃，然后中只要赢线就好了。然后风堂就是一直都是很稳定表现那个人，超屌，就是真的是，比如说他给他选到维克托，那我知道我们后期赢定了。据我所知的 Maple 就是一个个性比较随和的，虽然我自己跟他没有说太多接触，但从别人那边听到的就是 Maple 他个性是蛮随和、蛮好相处、活泼大男孩的感觉。其实因为 Maple 相比于其他闪电狼跟许 Q 的选手，他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比别人年轻嘛，特别是在中单位置上。其他人的话就会有我说的问题，就是可能年纪到了，他更难接受长时间的训练，或者是更难愿意去跟队友这样配合。啊，刚好 Maple 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印证了他的职业生涯整趟下来，其实他都是很愿意做这件事，然后这也都算是他的优点。Et maintenant, les représentants des Master Series de League of Legends, les gagnants des finales régionales de la LMS 2015, les Flash Wolves!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to think about this team right now. We haven't seen LMS in so long. I remember very fondly seeing him in person on stage at the 2015 World Championship group stage, because that was the first event which I'd ever been to in person. 阿里暗进化的那个操作，我永远记得。好，来抓！哇，卡萨下来地道之后，应声就看到了变大后的埋落了。IRT 要挂了吗？没有，是交闪现拉开了这一次的距离。因为那时候对面中路是个逆命嘛，那时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择吧。但我觉得当时的游戏理解，其实带进化应该会觉得蛮正常，就没有那么不正常。其实现在游戏理解看会觉得很不好。15年的时候，我自己在打的时候打 Rox Tiger。
然后 Maple 玩到船长，因为船长那时候刚好也是 OP 英雄嘛，其实能选到他的不多，但是对面也不知道为什么愿意给我们，但 Maple 那一场的表现也是让我非常震惊。对，布袋哥这边也知道他们的组合必须要在闪电狼Maple 成型之前来开一个强开，怎么牛排？那个 WQ 起来，牛排没有倒下 ，NL 反打 ，GP 的大绝也炸进来，布袋哥知道不能强杀，哇！但是这个弹幕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Maple 这边也是反推 ，Play 已经是被卡萨给刺杀掉了 ，Maple 再拿一个 double kill， 强迫审判，怎么样？ When I think of a champion that represents Maple, honestly for me it is probably LeBlanc. 勒布朗。如果最能代表我可能是勒布朗吧，因为毕竟在国际赛的时候有发挥的还不错，然后大家也对这个印象也比较深刻。给他选到妖姬，我就知道这把我有人头，我去中路就有人头了。有机会可以赢。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Maple 单，他是反打 Prey， 然后2段是 Dash， 都有踩在 Prey 的脸上，换回去点一个不过，哎呦，6，而且直接把他抓爆，然后后面跟着闪现也是判断非常快哦。没关系，坦度应该还行，慢一个手破还是 hold 住。 哇！后方是 Maple 在对方拉扯的过程当中击杀掉了卡莉斯塔，但是 Smeb 也来相送，NL 收到一个人头，第2个人头拿到一个 double， 瞄着第3个，怎么样来 triple 了？没有，这里是由 Maple 收下，但是 Maple 再一次闪现上去要来回了，但这是 fail 吗？点燃可以听，这个点燃他的是漂亮，就叫你带点燃，带什么进化？不要再带进化了，这个点燃烫死了 Gorilla。闪亮目前是哇，这个加速让 Maple 往前踏真的是非常残暴，而且。 我看了什么？拿到了狂躁的被动，现在往前追。Maple 交闪现的2度印记，把 Gorilla 给轰烂。出台一个拿到了一个败场，而且是让闪电狼顺利的惊喜哦。You know, historically, he's always been a pretty decent LeBlanc, and he's had quite a lot of career highlights on that champion. And he had a 12-kill game against the Ku Tigers, a team which everyone thought was one of the very best in the world. They'd beaten them the first time round already, and the Ku Tigers were looking to get revenge on them and finish in first place in the group stage. And that game was such a good reminder that you cannot overlook the Flash Wolves. They come as a pack, and they were very deadly hunters at that point. 就不管是他在打边线还是打团战的时候，都是可以让我们特别放心，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点，这样。 就是特别的需要风堂能够站出来 carry 我们这样。打到韩国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对方很强，打不太过的感觉。然后反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队伍发挥的会比平常更好。然后打那种感觉你必须得赢的那种巴西队，我们反而就是会打得比较绑手绑脚。当时。 打到的感觉就是感觉我们队线都是赢的，然后一到中期我们就开始送，然后我觉得当时我们对游戏理解就是没有欧美他们营运来的好，我们当时可能被转线啊就被转爆了，打欧区其实我们就被他们的那个营运转来转去，就转到头晕。那当时他们可能就是会打得比较聪明，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比较笨，对，就只会对线，然后所以就是也是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TP 进来，这个位置很好哦！哇，剩下900多斤重击，哇，最后是被 Amazing 给中到。那 Snake 先进场是一个大形态的纳尔，佩给已经被逼上了塔。索拉斯这边是把卡塔给斩掉以后，索拉斯这边的伤害量很高。这个惊人！而且索拉斯有惊人，挡过了索拉斯的灌篮，索拉斯只能灌在 Snake 身上，但是 Q 技能顺利的打到以后，哇，索拉斯这边要 Triple Kill 夸抓 Kill， 最后再转一个，拿到了一个 Penta Kill。哇塞，闪电狼这边低估了索拉斯。我们在 很多场里面都是被逆转赢下来这样子，对。如果能够跨越8强的话，也是算超越我们之前一直以来的成绩嘛。一个尝试 ，Origin 刚刚的兵线是差的，在刷的这个位置太危险了，被逼出了闪现，哇，被密西给吃到肚子里面，丢出来血量已经危急，被密西给带走。卡塔进场，这边的位置也太危险了，最后被配给一个寒冰闪耀直接给打倒 ，NL 这边也是被黏住。谢赛的时候大家都会传嘛，所以我们也知道他们训练赛表现不错。 对，但我自己一开始打之前跟打之后，其实都还是觉得其实还是有机会这样。没有命中，但是Snake进场没有任何的空间，Neos还在狂点，赔给也是选择上来，哇，最后Neos是一个闪现暴击，把Snake给杀掉了 ，Maple 也倒下。当时游击理解不够好吧？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打欧美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角色池都是比较特别的，然后我们可能应对的都不好，大家都蛮难过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机会的走更远，毕竟我们 S5，毕竟是小组第1，然后
OG 可能也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软的一组，然后就比较可惜吧。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走更远，但没有做到这样。真的还蛮难过的，而且也知道就是我们大家都是默契很好，然后也很努力这样子。就我觉得那一年打完，大家都升华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会嘲讽我们是什么安亲班嘛，但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一个超级大家庭，就是大家就是完美的信任对方，然后每个人训练也是超级认真，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就我觉得那一年就是大家都有在进步的一年。我觉得他对于台港澳赛区来说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国际型的明星，就是从一个素人选手成为联赛中的明星选手，在要升成为国际上的明星选手，其实非常非常难的。闪电狼这边打下了这一场比赛，成功的打败了我们所说这个不败神话的 SKT。 During a time where Korea was just dominating in every single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he was one of the few mid laners that could actually get a win over people like Faker. 推哇，但是一个Faker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前辈你真的死定了，没有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尽管你是Faker有大绝，也是没有办法。Faker又进场，开启了惊人，开启了惊人，空中惊人。这边是有点像扑马，但是沃夫开启了一个大绝之后，秘密弹进去壁咚。Faker血量很残呢，还是被活了下来。这边是卖了沃夫，这边是收到的是露西恩的性命，没有一个推墙，直接把这个主牌给打爆了。大家怎么说？说 SKT 状态不好，说闪电狼就是可能是有点运气成分。一波是 COG 攻破了闪电狼的主堡，3-1结束了这个 BO5 的系列赛事。这也是北美第一次5年以来第一次打进冠亚军哦。当年打 Origin， 然后打那个 COG，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 BO5 我都觉得我们是能赢的，就小紫海赢 SKT 啊，就是我们赢了是被称为什么韩国杀手嘛。我跟你讲整个宇宙大烧麦那个画面，那个我是比较有印象，因为是我自己播的。然后那时候我还有讲一个什么元气弹，元气弹，太猛了吧！巨头巨紧张了，人回家，投降！太爽了！其实现在你让我讲现在最有印象的比赛，应该都是那种输的比较悔恨的比赛。好像是打 C9 吗？有个李欣，他叫我们大家蹲很久了。如果他被单抓的话，他的比赛就结束。来了，往前，阿赛一停Maple被踢进，不会降下来拉开距离，所以想杀Maple瞬间倒下。这场比赛前面60分钟都是闪电狼掌握了这个游戏并线的节奏。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highlight 啦，就我们有我们的高光时刻。赵解放天把壁垒给关掉了，结束了，可以拿到胜利了。胡超人踢到沃夫，第3胜，拿到了第3胜，打败了 SKT。也有封堂，就是被那个 Faker 的蛇女一击中奥，然后直接中路被打爆，就是好的印象跟坏的印象都有。是选择要秀的人，再选择角色4保1。哇，中路还是直接换到底，没得打。Faker 这个手速只能退啊 ，Maple 残血不到200滴。SKT 3-0进到了冠军赛。我觉得 S6、S7都是感觉就是我们比较烂吧，然后当时成绩也确实不好。我觉得可能当时大家给自己压力太大，所以我们反而没有打得很好。被打死一样咬掉了，往前面扯车做进场，不过是只抓到对方一个蛇女啊。Power Evo 往后面叫闪电拉掉，被秒了。震撼北体还在做输出往前面，我们来守对方2个坦克都还活着。这一波变成闪电狼失去了1个人，对方还拿下了一条巴龙。在家里就是这么宽阔的。对，但如果巨龙血量已经耗很快了，直接开，哇，又被窝到，硬开，哇，这边秒了，直接被秒杀掉了。这个 TP 烧掉，然后直接做取消，哇，这还被烧回来，这闪现交回去，直接被秒了，秒掉了。这一波团战，卡彩交闪现往旁边拉，不过前面还是倒在汉萨玛的手里之后，前面秘密弹感觉也要先倒下了。看瑞空手了羽毛之后，一个 double，2个人都落掉。闪电狼最后晋级的希望也是无缘来到8强了。我觉得这场已经是闪电狼这4场比赛内容最有机会的一场。到了 S8。卡塔走了，然后我们换上了母警嘛。闪电狼那时候就是不管是观众还是说是我们自身还是我们后勤都知道，其实联赛内它只是一个我们就会觉得说就是一定会赢，就是知道一定会赢。那我们的目标真的就是很早就会放在世界赛 MSI 是我们开局就赢超级多场，然后我们排在龙头的第1层。对，那时候就觉得哇，我们好像真的有机会在 MSI 好像争取4强，甚至触碰到冠亚的感觉。母犬你从屁股拨过来，把这一靠过来，大绝1-0之门下来，一揍把人给弹飞起来。这边的话，哇，这个进场哈纳比开多了，火龙开多了，双人线直接不见了。前半部的话，可汗也得倒下。
直接把血量拿起来，前线地方空空关键线死掉了，可汗也倒了，而且另外一边的话 ，BDD 被哈娜比给缠上了。哇 ，BDD 这边应该跑不掉了，很会玩牙术，我还很会料理牙术啊。就他刚出道的时候是一颗很闪耀的星星，然后他打到中间，然后开始掉下来，然后在我们对这个赛区最没有期望的时候，他又站起来了，给我们这种云霄飞车的观感，云霄飞车的职业人生。大巨兽准备要来结束这一场比赛，没有人可以阻止抗与他的队友拿下这一场比赛。我们算是角色池被发现了。他们按了某些角色之后，我们擅长的阵容就被他们打破，但我们组不出一个我们新的一个擅长的阵容。因为其实闪电狼在 MSI 其实发挥都不错，都世界赛的时候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是比较可惜嘛，3-3，最后3-4加赛输掉嘛。看起来是闪电狼的孤注一掷，直接往前打，但是 Perth 的伤害太高了 ，Maple 直接要被斩掉了。看现在要开车，自己赶快绕跑，手蛇吃到肚里面，先往后进来大绝，哇，已经把 Maple 砸死了 ，Maple 被砸死了，继续往前切，汪的开启自己的大绝，一个人躺在最前面，不只有他，汪迪的也一起连同往前压。我觉得 G2 这场其实就是一个套路大比拼了。就闪电狼也是把压箱宝拿出来，就是他直接选了一个可以 counter 你下路这种推进的，他这个是有特意的去放。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 S5的时候成绩不错，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未来成绩会更好，对，然后可能就 S6、S7，我觉得我们发挥都挺差的，然后很快就输回来了。到了 S8，卡塔走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我们变弱了，但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对我们的期望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们反而可能发挥得更好。那时候我其实我是对一个自己标准超级高的人，那时候就是我输了比赛，我就会要让自己冷静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的闪电就是一把都不该输，就是我觉得我们就一把都不该输，所以我只要输了一把，我就会很难受、很自责，就是不管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因为队友原因，我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当年在 RNG 有一年，就 S8 我刚去的时候，有一年的那个，我后来有对上闪电狼，我那年是1胜1负啦，就是我先在 NSI 的小组赛赢了一场闪电狼，然后一个在那个洲际赛的第一场也输给闪电狼。然后那时候还被陆宇宏嘲讽，就是那时候魔斗可以收那个灵魂，他说：“哎，我收服你喽。”就是我那时候离开闪电狼，但闪电狼还是过得很好，就大家还是很猛，在那个 NS 拿到了第1，然后也是在 NSI 那时候，甚至小组赛是6-0开局。对，那时候看到我自己，靠，怎么离开我怎么一离开你们还是这么屌啊？难不成我是那个问题？他们那一年 S8，就是因为他们先小组赛的时候就先淘汰了嘛，就是在世界赛的时候，其实他们那时候淘汰的时候我蛮难过的。就我还去了他们训练室看，然后看到人去楼空，那时候还想小哭了一下。特别是在当下，我跟 Maple 其实在打之前就知道我们可能明年会想要去 LPL 那边挑战这样子，所以特别想要为就是我们在闪电狼的队友们一起留下一个好的就是回忆这样子，所以当下是特别难过。回到就是我们比赛场后面的休息室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住，就是不管是想到就是我们在这边一直以来的成绩，或者是那时候时期比较新人的选手，像火龙啊，或者是Betty啊那些选手，然后我们可能要离开，但没有帮他们留下一个好的成绩这样子，所以当下真的特别的难过。因为我们 MSI 成绩很不错，对，然后回来练也都是赢的。那一整年其实我们整个 MS 都是一直在赢，对。然后到了世界赛，大家也都是觉得今年有戏了，对。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我们总是在最后会掉链子，真的很可惜。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输在心态上，真的不比其他队伍好。我们季赛就会觉得都会赢，反正就是开始练手。然后到了世界赛就会觉得啊，我们一整年就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到了世界赛，大家就会很紧绷，然后压力很大。那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游戏内容就会变得很奇怪，大家的心态调整不过来，可能一点点的失误就会觉得啊，我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实力是很有的，但我觉得我们最终还是输在心态真的不如其他队伍。应该说比赛赢了，他当然开心哦，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开心。那输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一定是心情不太好哦，他也不会跟我们说他心情不好。
不过我有去跟以前跟那个他们的管理阶层去了解，其实他们都会在一个比赛结束后，都会有一个类似一个小聚会，大家聊聊彼此的状况。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要疏导情绪的一个过程。等他们完全出了比赛场，其实那个情绪就可以放下了。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会紧张，但他会说我完全不紧张啊，就这样，他就会好像抓的好像就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多少上台前都会有。他就有时候回来跟我说：“哦，妈妈，我的小腿好酸。”因为他那个紧张啊，刚开始比赛要上场，然后那个整个小腿会绷，打电脑紧张的时候，那个小腿会绷紧。他回来我就希望他放松，所以有时候会帮他按摩啊。他离开的时候有点感觉有点差吧，就大家都离开了嘛，然后凤堂也留不住，然后就觉得好像只剩自己，对吧？那时候就是剩自己一个人在打的感觉。S8打完就决定离开了嘛，然后我们其实在闪电狼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成绩都没有一个突破嘛，然后卡萨可能已经先走了，然后后续可能牛排也去做教练了。当时 LPL 其实也有几个不错的队伍。LPL 因为是另外一个赛区，我们又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然后虽然大家都讲中文，都听得懂，不过我觉得文化上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他去选队伍的时候，是我陪他一起去。我们花了2天，大概走了10个队伍，大概去 run 了一次，大概知道他在哪一个地方会比较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苏宁上单的王行，打野 Hacker 中单的Maple与下路的 ZZ 和蛇蛇啊，这也是整个阵容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看他们的磨合能不能够磨合到一个更好的程度吧。在 S8结束之后，我跟 Maple 都一起去到了苏宁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那时候我自己是第一次去就是海外挑战，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当下刚去的时候真的是算是一个非常孤单，然后也就是压力很大。虽然说就是语言的沟通上面是没什么问题，但其实还是有身处异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枫堂在也是就是可以让我觉得非常安心吧。然后你知道你要去面对很多世界最顶级的这些选手，要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融入进去这些队伍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枫堂给我很大的帮助。你自己追啊，他们加 TP 可不可以？没 TP 啊。我是希望选手能够就是去到更好的赛区，有更好的发展。因为电竞选手本来的职业生涯跟传统体育选手就是不一样，有个4-5年就不错了吧？巅峰期能维持4-5年的人就已经不多了。那枫堂又是少数，一经过那个规定，马上就进入职业，而且又都有成绩的人，他会想到更大的舞台，就是打更强的对手。整个闪电狼就是称霸 LNS， 那对于一个选手来说就是会腻，因为你就是打一样的对手，你没有挑战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电竞选手或任何项目的选手都要有的一个心态，就是你要一直往上挑战。这波他们提前找机会，看到了。看到岩雀在打冰女，冰转过来，有金花，金花找了，知道大招，他捡的是冰脚，插到外面了，这边可能要解开闪现，坚定的是皇子位置很差，开一块表，这边的话亚索直接 Q 闪进场，打了一个闪现。对于苏宁来讲，本赛季进入季后赛的可能性就存在理论可能非常的小了，是说。就第一个是我跟卡萨其实配合很久了嘛。S5打完之后，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可能到了 LPL 就是打野也有2个嘛，我在苏宁的时候有2个打野，然后其实跟我也配合的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也没有沟通的很到位，所以我觉得当时就中野毕竟是通常会看成一体，谁没有发挥，配合没有很好，就会打得比较烂，所以就是看起来会就是打得不好这样子。结果我好像基本上打他们都赢了吧，印象中。
就是在 LPL 的时候，就是然后后来方糖还甚至有一次就是被赶去上路，就是其实很多比赛就是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环境导致的吧。我觉得他在 LNS 的时候更敢操作。我记得苏宁那时候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算是组了一个大家觉得也是战舰的队伍。又来了，那这个位置没了就没了呀。没了。是，哎，转头倒钩，但是伤害不够呀。哦，漂亮！这个一技能打断了之后，这边交了闪现，还没还想追，这个给治疗是一定要杀的。漂亮。他可能是预判了你一下 E 的位置。FY 进场，身上还有春哥的追剿战了，追剿战。这已经残局了。残局了。希望苏宁好好调整吧，对吧？让1追3，让1追3。LPL 就是一个更大的环境，手的东西更大，当然你压力也更大了。我觉得到了 LPL， 凤凰的发挥就是没有表现的比 LMS 好。从3量离开那个体系，到了 LPL 是完全不能用。玩法变了，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改变，你知道吗？对，但 LPL 会愿意给你的时间很少，他们都是马上要有成绩。那只要看你可能一下的不行，他就会开始准备下一个中。我觉得到了 LPL 这种高压高密集的训练，其实是对一个选手是好的。他要先经历了这些，然后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你首先你先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实力到底在哪里。对，我替所有去到 LPL 的人都很高兴，尤其是就是3D的那一批。I had the pleasure of both meeting Maple in 2019, but also getting to cast him for 2 years while he was in the LPL. I feel like this player is the iconic player of the PCS, or previously LMS, right? He was one of the best mid laners. He was the best mid laner, I should say. I remember him coming to the LPL and he didn't hit those same strides, but you could still see those same highs. It was sad to me when I heard that he was retiring, because when I hear Maple, I think iconic player of the East, who's up there with the likes of Scout, Knight, Xiaohu. Like, yes, maybe not the same caliber of consistency, maybe not the same threshold, but I think of someone who is still iconic in the space. A champion that represents Maple, for me, it'll sound weird. Even though he had some insane Akali games, we've got Maple Azir from both PCS and his time in Suning and LNG. I think of Maple as like this weird, like, mage player, things like Zoe, where he popped it out. I think if people remember, I think it was LNG versus DMO in 2020. This is as good as it's going to get for DMO. Twilight's jumping underneath the tower, gets a bit of damage onto Maple as DMO try and force a dive here, but Maple is dancing around the play. The Monsoon to heal as well. There's a double kill for the LMS mid laner. Now on to Yui, who's turned himself golden, but it's not going to do a whole heap of much. When Maple just pulls out this Zoe out of nowhere and pops off, that for me, like, that sticks with me. So I think outside of his Akali, you got to have that Zoe in there. Those things where you're like, well, Maple's capable of so much, you know? 因为那几年在 EDG 嘛，然后到李宁之后，其实好了蛮多的。我印象中他们李宁开季都是连胜嘛，都是大连胜，但是他们好像打着打着就是状态越来越差。在正面的熊熊开出自己的战术，横扫也没有办法可以成功的坏掉对面。那么 IG 这波应该是可以一波掉对手了。And it's incredible, don't you think, that he can go to this region like LPL, he can sit in the middle, and yeah, it was one of his lowest arcs. I think at some point in his time in Suning, he was a bottom 3 mid laner. Of course, he rose up and he's a bit better with LNG, but still he was outclassed. I think the LPL's a very difficult league when you've got 17 different styles of mid laners in 17 teams. I respect his time in the LPL. It was good for him to stretch his wings, but obviously he's more comfortable in the PCS. 他在直接闪现赶路了。是的，闪现赶路。滔博的连胜还在继续，目前依然是未尝败绩的情况下。因为我那时候中路太强了，我那时候中路对上风场很吃力。就其实，在苏宁跟李宁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打得比较挣扎，可能当时就是也没有配合，跟队友也没有配合得很好，所以就发挥就比较一般。其实我感觉后来。他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意识到，然后真的蛮明显有一点差距的，就是他不太像以前最早的时候打起来谁打谁都很轻松，他是会感受到对手的压力这种东西。然后我知道他那时候是挺低潮的嘛，对。
毕竟我觉得电子竞技就是成绩说话嘛，但我们就只是就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本分，然后平常就像朋友一样聊天。就是因为我们最终是会在比赛上遇到，因为大家都不同队，所以游戏上我们可能就讲的比较少。那更多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日常干话吧，就是聊来放松的，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到了之后压力都很大。开导这个就不用了，就是这个是个人的课题嘛。但是想办法让大家都在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可以忘记这些，放松一下，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职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道路，因为它终究是实力说话。你在一个队伍，如果你发挥得好，那自然你会有你的位置。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层面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第一场比赛要出战的呢，就是 MAGIX 来对上的是 PSG。我在准备作业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Maple 回归了。哎呦 ，Maple 是加入了 PSG， 他回 PCS 的第1年。我从赛评的角度去看，很明显就是他是能够带来流量的选手，因为他有讨论度，好，他够强。第1年的 PCS 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多人关注，因为可能合并这些东西对很多人来说会审美疲劳，或者是就没那么有兴趣。但他回来的第1年，然后加上有其他队友的加入，那1年的流量是冲得很高的。其实那时候也觉得 PSG 阵容感觉会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是火龙、凯威、Unify 嘛，当时是在香港嘛，跟火龙以前就是队友嘛。最好相处的那应该River 吧。我其实刚到 PSG 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中文就挺不错的，然后所以我就会跟他聊天。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语言没有那么通的关系，但就是跟他蛮聊得来，然后个性也跟我蛮像。我觉得当时在 PSG 打得挺放得开的，然后主要是也没有太多对手，然后在 PSG 我们可能就是比较称霸。黎明之门的大绝准备进场 ，Unify 虽然被秒掉，不过主堡裸露出来小推选，真的很难来拯救自己的队友，奋力的输出，没有恭喜 PSG 3-0带走了 BYG。PSG 就是另外一个闪电狼 ，BYG 对我来说就是另外一个 AHQ。在 JT 那时候遇到风堂的时候，就觉得，风堂还是很强嘛，好像也还是没有对手，打了那么多年还是一样强，有点厉害。因为我退下来之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常在开直播，而且蛮常会看比赛的。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未来这几年，如果真的没有更厉害的天才中路的话，应该都会是风坛再次战场。然后后来也跟我想的一样，没有错，就是到他退役之前，基本上只要他还在，不管是台港澳赛区还是 PCS 赛区，都一定是出国的保证。我觉得人一定是不断进步的，就可能你操作不管会不会下滑，但是你的意识啊，你的地图观什么的，你都是会一直进步，游戏理解会一直变嘛，大家总会发现更好的打法，那你就必须去学习。我其实也有去看我以前的比赛，我也不觉得我以前的操作会比较好，就是其实感觉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就看我 S3 比赛，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可能操作都很烂。但是主堡双了被攻破，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 PSG， 在鏖战了5-8比赛之后，重新登上了 PCS 的王座。就很长青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因为你说跟他同期的中路好了，有的也都是很早就退役了，对，那他真的能打那么久，就真的是很长青。APSE 的这个区域，它确实就是你要说它是 GOAT 就确实啊，没有人当然你可以说之前 TPA 有夺冠，可是如果看你对于一个 GOAT 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嘛。有人觉得 Jordan 是 GOAT， 有人觉得 LeBron 是 GOAT。那因为 Jordan 的个人成就很高，那 LeBron 他打了20年，那如果你用这个来看的话，当然 TPA 他们5个都可以是 GOAT。那风堂他就是另类的 LeBron， 因为他就是维持10年都有很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但对我来说，你以这个赛区来说，要超越他成就的人，基本上没有吧。2018 and then again in MSI 2021, there are many times where Maple was this close to the finish line. This close to the finish line in big events. Kylin goes golden with his stopwatch as now another sleepy member of RNG, but Wei is going to survive for the moment. River also going to go golden as the Soul Shackles do go off, as in goes Gala, looking for one in the back line. Can he actually do it? That's 2 kills already, but now it's Tristana's turn. Maple diving on towards the Kai'Sa, and there's no way Gala is going to do that 1v3. 我觉得回来 PCS 不会相对到变弱，有些人可能可以承受得住高压，然后变得更好，但有些人承受不住。那并不是说承受不住的人就比较不行，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啊。
你像是你放松一点，说不定他都会发挥得更好。其实成绩也还不错嘛，就是 MSI 打得挺好啊。21年在 PSG 其实应该也是柔一玩蛮多的吧，然后在 MSI 的时候好像也有拿出来，就是打败RNG这样子。那时候可能台港澳已经很久没有 MSI 有4强了，然后就是我回来，然后我们又成功的杀回4强，我觉得就是有延续以前的成绩，我觉得就是挺不错。走不进去，后面的位置，嘎啦已经开始正面的一个输出了，有人可以打死他吗？并没有，珠宝金的双塔都拿下 RNG， 击爆了 PSG 的珠宝。因为我在 EDG 有跟他敌对过嘛，我们其实训练赛有打过几次。那一年他们就 MSI 成绩也很好嘛，打起来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们没有到那么的多，对，就是打当时候的 PSG 的话，就比较可惜，世界赛好像也是3-3嘛，然后没有加赛就没了。这里韩华这场比赛给带走，同时的也是宣告了 PSG 结束了今年的世界赛。在韩华这么好的表现之下 ，PSG 都没有获得在最后一场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当初其实是我年中还在 AL 的时候，当时在 AL 是坐板凳，因为我打了很久的职业了，然后觉得坐板凳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就是每天打排位，一天打28，因为之前也有国外队伍的邀请机会，但我没有去。然后觉得到TSM可以换个环境啊，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我觉得应该蛮好玩的。出国都是一种成长，像他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也说至少说成绩不好，外语可以学回来不错啊。Is there any 他妈死记录名都讲中文，为什么要跟我讲英文啊？接下来发生了一堆很多事情啊，就是很多离谱的事情。那当时也拉了屠龙过来啊，那我们就是很努力把问题点处理掉。那其实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选手，那我们当时就考虑到风塔。那通常新的选手可能跟这种明星选手、老一辈的选手打起来会有点压力，怕自己犯错。但是你跟 Maple 同队，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他其实会帮助你。就是他有一直跟我说：“秋雨，我们去帮我翻译一下，我要跟这个选手聊。”就 TSM 的话，就是环境真的很好嘛。那边不管是就是训练的方式啊，还是就是一些分析师啊、系统啊这些，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我是感觉到他去了更开心了。那确实劳逸结合的不错。北美的话就是打得更这个 free 一点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练习时间也蛮 free 的，就可能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12点上班，1点训练赛，一次打5场，打到5-6点这样。Maple's good. If you guys don't know who this guy is, he was a Flash Wolves former mid laner. So he was playing competitively for like probably like 8 years plus. He might be looking bad in LPL, but I believe in this guy's skill. I remember playing against him, and I had the feeling he is good. 我觉得 Maple 不管是他从神亮离开，然后可能到这个 TSM， 至少是对于赛区实力的一种肯定。就至少我们产出去的选手是可以在别的赛区里面竞争的。很多人可能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 Maple 要旅外，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够旅外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就应该好好把握，因为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原因，而是一部分也是赛区的曝光。TSM 他就是院长级别，一神带4坑。NA 打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他们那时候有个那个类似峡谷之巅，就是类似比赛伺服器，他们会在那边配对。他们那边一些实况组选手配到 Maple 的时候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中路很强。AD。Go there. I have someone. AD dead. Let's go. Oh my. Oh my god. Nice call. It's been a while, but I think the first champion that probably comes to mind for me was Akali when he was coming to NA and I was watching his streams a lot. I thought his Akali was insane. I thought he was so good as a champion, and every time we played together, he always performed very, very well. Maple 的精华还是刷 YT 的时候还是有刷到吧，好像有一把赛勒斯吧，在下路好像4连杀很猛。Too much distance between he and the rest of the team upon them joining, so TSM get the pick. Another knock here. Chime is here as well. Philip burned on down. Another ult thrown out as the last attempt, but Maple putting in effect a nice throw into the wall. The multi-star coming through for TSM. They get themselves the spotlight. Ace Quadra for Maple. 我
对他印象大概就是他在 TSN 的时候那个形象照真的有点夸张，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最近到底吃多好还是怎么样的，直接变那个中年，那张图你应该有印象吧？你怎么直接变一个中年大叔啊？他说哪有啊，昨天摄影师给我拍的很丑而已，我哪那么胖啊？主要蜂糖一直有比较严重的过敏嘛，然后他以前就蛮黑的。好像 TSN 一直以来他们那个风格照片就是会喜欢拍的比较那种英雄主义，然后就是比较黑的。因为他拍我也是拍的很黑，我想说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玩，为什么就拍的很黑的。我觉得是因为头发太乱了，因为当时在北美其实我找不太到那个亚洲的那种剪头发，所以当时看起来头发比较炸，然后变黑，我觉得是灯光师在搞我。On this push, I think. They want to push tier 2. We don't have Zodi. Careful. I'm here. I mean, I think Maple was a great teammate. I think when we played together, we didn't really have a lot of success, but I thought he was playing very well. He was always positive, always trying his best. So I thought, as a teammate, it was great for someone to have that passion, even though they've played for so long, right? So I'm grateful to have played with Maple, even though we didn't really have a lot of success. 应该说，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我们每一场都有看，甚至到外赛区，因为半夜我们也都会起来看。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算是小社区嘛，帮他加油的时候，我们要全部门窗要关着，没有用那个守卫。隔天早上说你家为什么是一直在叫的？一直在那边吵。对，我虽然看不懂，我会看击杀数，我看氢气，对不对？看多少塔，对不对？对。然后大概就知道。在 TSN 的时候，其实待的我觉得也算蛮开心的。那时候的大家也觉得我们的队伍配置可能是不强的，但是我们其实成绩还是有维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准上。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其实我开实况的时候其实是台湾的中午差不多，那时候也蛮多人会来看。然后我觉得就是讲中文啊，然后顺便边学英文啊，然后又可以实况，我觉得这个环境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自己觉得蜂糖他是一个很看重队伍气氛的一个人，他在LPL或他可能在 NA 没有一些他这么好的朋友，他打有办法这么的安心，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 LPL 跟 NA 的表现，我自己觉得真的蛮一般的。因为我刚从北美回来，所以其实我发现语言通其实还是差蛮多，就是配合的来说就是更简单，自己能接受，然后能打得开心的环境，我觉得就好了。因为我很明显感觉出来，他那时候在 LPL 可能过得比较没有那么顺利，甚至能重新加入世界赛舞台，或是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一点，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进入到2022年换我带他的时候，其实整体上来说还是那个蜂糖，因为他对开团的意识很好，那他对找机会的能力意识也是没有变的。Here's obviously Maple came into the league once again, joined us in the summer of 2023. And from that time, ove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the most memorable game I have, or series I've had of Maple, is easily the SoftBank versus PSG in not the grand finals, but the series before that they went up against each other. They were already in the lowest bracket. In fact, they were about to just get knocked out of the tournament. And Maple just came up so clutch with a Nico ult. 加上远方的兵舰没有闪现的乌迪被留了下来，可以拉走他。哎，拉是拉，但状态也不好。尼可后面做两个，搭上去加怎么样来变身？去加开斩，变身成蓝宝，但是面对 Amy 他没有办法，只能选去交闪现，再跳回来，有了回斩 ，Maple 拿下 double。因为 PSG 会捡 mic check 嘛，你会很明显的听到他是一个沟通量很多，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选手。以去年来说，阿志跟乌迪没那么成熟，就真的是有那种老将带新人的感觉。你可以说他好，个人操作没有以前好，没有以前年轻，这个确实每个人都会退化，但他对于团队的影响力就是很大。Maple 加进来之后 ，Maple 话比较多，他比较会讲很多东西，也算吧，算是那种大哥的感觉。上场前就可能拍拍你的肩膀啊，跟你说放松打，输了就算了，无所谓的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是回到 PCS 之后，就是算是我很久之后再跟蜂糖交手的时候了，对。然后跟他相处起来，就是比起跟我家人相处的时间还要更多。就是怎么又看到你了？对。其实当时回来 PCS 就是
虽然没有能跟蜂堂同队了，但是就是换个角度想，就是我们从昔日的队友变成就是在同一个赛区的对手，我个人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感触肯定是想赢嘛，但是打着打着发现，哎，就是我们好像都打不过 TSG， 我就在想，靠，这个人怎么过了就快10年了，还是这么猛啊？他可能无时无刻都在看妹吧，就是如果你走过去他的荧幕的话，他毕竟就是以前的 LNS 的时期的中路的王嘛。那 PCS 时期的话，我觉得就是比所有的中路还要好。对，变胖了吧？他在跟我当选手的时候，他比我瘦。那时候我好像胖到80几，然后他还说，哎，你不要吃那么多了，我帮你吃。我说你太胖了。然后接下来就看他选手那个横向发展，对，但是我觉得他的其他东西都变得更好一点，就像是跟靠队友的支援啊，跟沟通，就是看到听他们麦 shake 之类的。他当初脚在我这边喊啦啦啦啦的时候，就说闭嘴，好好打，别急，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就是以我看到，可能闪电狼时期或 PSG 时期，我都觉得他跟队友都处得很好，就好像没有听过什么气氛的事情。他一定是把自己的标准拉得很高，所以他才能会有稳定的成绩。那在这么高的情况下，他又能够帮助队友，这点就很难得。因为 NA 的他们那个 solo Q 环境比较差，所以会觉得他在那边可能会退化之类的。但是他回来之后就是把我打脸了，还是统治着台港澳赛区啊。没错，来到了下半场，接下来至关重要，就 PSG 没有道理输。回到这个地方打，我觉得算是降级的，就也不是说 PCS 很差，而是他对到的对手都没有以前那么强。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看国际赛的时候会觉得说 PSG 好像怪怪的？我认为是在联赛里面没有办法有人在20分钟后给有优势的 PSG 任何的压力。我不是在指责说 PSG 打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实力都在赛区里面都已经到顶尖了，所以变成没有队伍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危机意识。EQ 炮到直接死，中了，往前要追，对面一推，Maple 的走位躲掉了，闪现锤到墙上，再一个 Q 技能。去年的入围赛嘛，因为那时候我人也在微博，然后我还有去他们的训练室去看一下，也希望就那时候很希望他们晋级小组赛，这样就是有人可以陪我多聊天一下。后面绕背，再一个反应波要抓后排，狂女就在交了闪现，但是面对了 Maple 的追击，一个无暇追击，直接砍掉了狂女。我觉得蜂堂在那个时候当下就属于比较尽力局的。我们上服可能真的意义上第1年的打国际赛嘛，那相对来说压力也蛮大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比较失常的。哇，偷大走位又躲了一次大，我只能说这个心理直接 counter。那把其实我记得我赛的是蛮猛的，然后我们好像被欧拉夫砍爆了嘛。对，当时阿志可能这个打到后面就是手有点开始抖了。Maple 现在可以说算是整个 PSG 里面整个最核心吧，最稳的。但上那边点燃往前，天上的箭掉了下来。那时候感觉是有点小生气的吧，因为我觉得对手是虽然是打得不错，但是我觉得 PSG 本身打得更臭一点。开战打不赢，然后打不过输了，也不能接受你一直一直拉放，就是让人家最生气的一种输法啊！偏偏就是 PSG 那年就是让我们看到最不想看到的。已经是被抓到了，浩劫降临盖跳过了牛，这边位置是阿志选择做 CC 控制的 A 等飞一度将亮给击杀，非常危险，挖口也是被留住，交出了惊人。这残血的情况下，起来这边天使甲被打掉，后面位置这一吸，但已经没有什么伤害，牛直接做一波 CC 控制，留到了后排，小包跳起来开始做收割，连续拿下了 Triple Kill， 拿下了。当下输完的时候就大家都很安静嘛，因为我们是2-0开始的嘛，然后之后被连追3把，就有点。那时候有点没办法接受，因为就是会被连追3把，通常都是我们自己问题很多。我个人的话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这个系列赛打得这么烂？然后因为那时候有可能蜂堂就有可能会退休嘛，然后那最后1年成绩那么不理想，然后就很失望。23年回来的时候，我是夏季回来的嘛，所以其实还是希望这个能够有机会进8强嘛。对，但没想到入围赛就倒了，很突然。其实那时候感觉就是瞬间都那种世界就停止了那种感觉，怎么可能会输？就还在想刚刚比赛的事情的，所以其实一时之间没有缓过来。You know, PSG Talon, this team that no one really expected to go up and managed to take on BLG, took them to 5 games. They were so far ahead and unfortunately used a bunch of crucial abilities on a Wukong. 那时候2别真的是
我是听不太到什么声音的。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心流，可能就是那种情况，对，就很舒服，然后真的是享受舞台，就觉得等一下发生什么了，当然赢最好，但是好像怎么样，等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把比赛我要玩得很开，我要玩得很爽，我要很快乐这样，我觉得他应该也是。Just because you didn't win that last game does not mean you didn't put the effort in to get that close. So those games really reminded me of how great a career and how great a player Maple has been. 因为我个人是经历了太多那种大风大浪，不管是 ASI 还是世界赛，其实我就是超努力帮蜂堂加油的。就我还去跟咪蛋一起躺在沙发上说：“干，蜂堂地方一定要赢啊！”啊，其实感触很深啦，就是真的觉得很多场比赛就是蜂堂都蛮有机会的。因为我自己也当过选手，我觉得这种就是选手他们自己会是最难过的，所以我也没有在他们输比赛当下说可惜了。因为当你在输比赛，别人跟你说可惜了，差一点，这种这种完全都不会安慰到他。说白了，这个游戏你没有打到那一年的世界冠军，就其实也不太会被人家记住。就我自己也不觉得我当年拿那个 ASI 冠军是一个，就是也不会说我那时候是最强的打野什么的，就是因为当年那就是我还是没有拿到那个世界赛冠军嘛。好像没那么强了，因为我不是只说这个选手退步了，而是因为全世界的中路选手都在变强，所以会变成你当时的天才放在现在看就会觉得很普通。大绝一命中 ，Maple 飞进去直接切牌，把对方的 AD 给切掉，后面还有华丽旋风的狙击，第4发直接打到。他是一个很愿意玩任何英雄的人，然后包括可能大家认为他玩的不好的英雄，包括像球女之类的啊，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愿意去玩。目标没错，就是对方的头毛，再转一圈慢冲转到2个人，鳄鱼搜狗打出来，但是此时100T 已经没有作战能力，再一波指令贯穿 Maple 收成 double kill。以前有电狼有这个蛇，还有卡萨，那时候都很会开，但是后来在 PH 之后，他自己承担这个开战的责任的时候，其他人没有跳出来开战的话，你如果让中路去开，那就变成会承担比较大的风险。AQER 飞过去，但也逼错鳄鱼的大绝，一道没有再过去2段 R， 但反而是被断了下来 ，Maple 被秒了。你可以说菜，但是我们自己训练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还可以的。你只能由这个训练赛来判断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当你训练赛你赢了，你觉得是可能在世界赛可能8强4强的队伍，那代表什么？你代表你自己也很有机会，对吧？因为你能赢到这些这么高强度的队伍。那为什么我们在训练赛能赢，我们在比赛上不能赢？那只能从比赛上，可能你紧张啊，你突然心态上调整不过来，我觉得就是从这方面来看啊。这波就是 Q3 斩3个，大绝再斩3个，这波打出沉顿的伤害，再配合一波抵赖的进场，在魅惑接台 ，Viper 在一个完美的输出位置，先将俊家给打掉，无敌先把 Viper 给顶开，但在正面的 Maple 顶个人群中间，但他完全没有伤害。我说真的，2023、2024，我一年都觉得比一年有机会。PSG 打出了王波 combo， 然后这边 Maple 进场还能够再战，对方的斯毛德一滴不见 ，PSG 拿下这么顺利，哇 ，nice 啊 Maple。就是那个名场面已经很多了，但就是最后没有拿下比赛，只能说很可惜啦，就是太多遗憾了。尽管边马鼠盯上对方的俊家，这时候俊家回头锁活不连击，但自己也被击杀掉了。Maple 之后叫了飞仙，但他爱心身是轻反的，还有一个虚空探索者，还有蛇女的毒。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表现到最好吧，所以我们才会大家都表现好的话，其实我们输7000应该是不至于输啦。现在变成是冰还有 Maple 要来拼，一回去拼一下，原地等要被敲死，这一波 BLG 团真拿下胜利啊！他玩亚宁的时候，可能他打线其实打得还不错，但可能打团后面会有一些，就是不像专精的玩家一样，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怪选手，因为这个本来就有一点难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每一个英雄玩好。那当然我们要尽力的往版本去追嘛，就是当代版本什么强，我们就要尽可能把这个东西玩好。因为我看他打比赛还是蛮笑笑的，这个就表示你是打得开心。其实选手打久了都会蛮累的啦，因为其实你每天这样子，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活的，就是一直在努力为这个电竞梦奋斗。当初大家都说什么但是运气不错，加入闪电狼，所以才有机会赢这些比赛，就靠队友啊。
就可能没有他们这几个，没有封堂的话，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我，就是可能我也不会在职业圈坚持这么久。A lot of Maple's swan song. Maple had been such a good player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once you have played for 10 years, people think, are you finished? Is there anything more that you can give us? And I think that Maple showed us right up until the very end that he could. 以赛评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指标，就是他在赛区的时候，你就觉得还蛮安心的。它就是那个地板，那这个地板对我觉得我们的赛区，尤其是越来越后期，它是越来越重要的。退役真的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他很强，因为他的有些想法我觉得都很好，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操作的很抽象，但是我觉得他有可以发挥出其他的特质，是我们队伍需要的。就是他不管是他觉得是不是 GOAT， 我觉得就是让整个太高赛区的人记住风堂岁月这个人，我觉得就够了。今年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觉得打得比去年好蛮多的嘛。就不管是 MSI 的表现甚至是世界赛，我觉得我们在入围赛其实是跌跌撞撞的嘛。然后后续又把 NDK 复仇，我觉得起码我们有找回我们平常的水平，然后才可以就是成功晋级。这次退役其实就还是想让自己休息吧。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之前说的职业伤害啊，还是心累啊，这成绩都没有一个突破。我觉得就是想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这样子。可惜啊，打得不错了。好啦，打了这么久了，该好好让自己放松啦。电竞是一条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道路，当然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希望他顺顺利利的能过接下来的生活。但我自己觉得，风堂搞直播应该不错，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觉得他先去找我们XD娱乐的那一个少了一个肾的那个 AD 先混一混，很快就做起来了。风堂要记得少吃辣的，多睡觉，就黑眼圈不要再跟踪了。我也不像他的长辈或什么的，我们其实他是一起长大，一起从小时候就加入队伍嘛。然后就像我前面说的啦，退不退役都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也祝福你接下来不管你是想要做实况或者是想要转其他行业，都能有很好的表现吧。就前2年世界赛打完，我跟风堂聊的比较多，然后就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已经聊到他就是有想要休息的念头，实际上到了这一天，就是还是蛮感伤的啦。但我是希望他不管在未来在直播领域，或是在就是各方面，就是只要他能够过得开心，就是能够找到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吧。就不管是选择休息，还是就是开直播，或者是干嘛，就是我觉得只要他能够天天开心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好了，今年就最后1年吧，就是看他也辛苦这么久了，就是其实我觉得疯狂开实况也还蛮好笑的啦。这边就老前辈教你几手啦。你那选手转实况组啊，你这一开始你那个操作还是可以的，到后面你的操作可能就跟我差不多，可能还或是什么变形很多啦。这时候这时候就是开始转变那个要好笑一点啦，对啊，对我觉得他做直播是有料的，对，准备来当我的学弟啊。我觉得退役不是终点，
退役只是起点而已，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肯定不会错。我觉得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好好考虑自己要做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就我自己蛮庆幸，我踏入职业的起点是4大战队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台港澳赛区英雄联盟的最高潮。那当然，我觉得打了10年了，也差不多了，也蛮谢谢他的，让全世界的赛区都有曾经很畏惧闪亮的这个队伍。太撑很久了，那就是又一个时代的落幕，又一个传奇中路。我觉得你们电狼帮在实况上已经够强大了哦，你现在再进来，我们 HQ 真的没活路了，高抬贵手吧。我觉得有机会再去当个教练，当个什么之类的。实况界，高抬贵手哦，不要再霸凌 HQ 了。我觉得风狼其实今年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吧，虽然可能球女不太会玩牙宁，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不到退役的程度啦，可能比较累的或怎样，但是我觉得能够奋战到底的话，还是可以去争取看看，不然就是休息1年，然后再回来。希望妈宝退役的日子接下来也能够过得越来越顺遂，然后自己选择的道路也能够成功，这样子。就是谢谢 Maple 这10多年都为台港澳的这个赛区付出啦，我觉得他真的是付出非常非常多，因为尤其是闪电狼的时候啦，大家都是觉得台港澳赛区都在国际赛很难拿到成绩，但是他们都可以击败韩国强队，就我觉得这些都是让大家奋斗下去的一个梦想。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东西。那后续其实认识他，跟他相处当朋友，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那我自己是希望 Maple 你未来不管选择做什么事情，都要像这10几年来一样，就是很享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就放开去做。Maple, I have never known a time in League of Legends where you are not playing. Since I started watching League of Legends, you were there, and right up until this day, you have been constantly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play, competing with the best players around the world. You have put in so much work across this 10 and more years of play. Congratulations on a fantastic career, to inspiring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people out there that have watched you on multiple different teams do the unthinkable. Wherever you go, I wish you success, and I hope that you are very happy with what you've achieved as a player, as you have brought so much joy to myself and many others which have watched you across your career. Thank you so much. Over the past 2 years and beyond that, of course, it's been an absolute pleasure to watch you. But for the last 2 years, it's been such a pleasure to cast you. It's unworldly to me that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your league and to do this whole PCS experience, or to have this whole PCS experience with you. I wish him all the best. I hope his future is filled with joy as well, because he's given a lot to both the fans and the people around League of Legends, both viewers and casters like myself alike. So Maple, all the best. I really wish you success with your life, and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cast you over the years, for what little I got to do with the PCS and what I got to do with the LPL as well. And I really do wish you all the best. Maple can be proud, of the career that he's had. He's played for so long. He played in a minor region where there is less competition, but I think every international, I think he made his region proud. I think just the longevity of his career just made it so impressive, right? It's very hard to always put in your 100% and play that long as a pro player. I think if he was given better opportunity, I felt he could have done more. But regardless, he was very impressive with all the things that he's done, and I felt like he would find success no matter what, just because of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he was. He was very kind, he was very patient, so I just wish him the best moving forward. 这10年的生活都只有 LOL， 我觉得其实很无聊。那他退役之后，才是他新的人生的开始。他应该自己也会讲吧，他有在开台，可能当个实况主啊，对啊，又跟我们来抢饭吃这样。打 LOL 这么无聊，对不对？人生现在才开始，终于可以享受人生了，我是很替他开心。我对所有职业选手都是，他原本的人生都只限缩在一个可能电脑荧幕前而已，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顾好他的身体。他打很久啦，所以本来就比较容易有一些职业伤害，就游戏上的一些指导啊之类的，他讲的我会记在心里。就祝福 Maple 接下来的退役生活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风场
就是这几年其实辛苦了，因为我觉得回来 PSG 的时候，其实要 C 的责任也蛮大的。对，那当然，其实枫堂在这几年做的蛮好的嘛。但他打职业的前几年不是跟我同队啊，但我觉得这一路上走来，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圈子也蛮久了嘛，其实知道是蛮辛苦的。他应该打了应该10年有吧，这10年其实应该蛮操劳的。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想想自己接下来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然后好好的去过他的生活。对，我其实要蛮谢谢他一路从橘子熊、闪电狼，然后 PSG 还有 LPL 跟 LCS， 真的很蛮感谢他们，因为从一个我们就觉得说没有长大的孩子要交到别人手上，我们也很希望他们能够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我当一个妈妈的感受。到现在来，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把我们孩子都照顾得很好。有些孩子有他独特的个性，不过进入到这个团队以后呢，大家的个性就慢慢的磨，有棱角的就慢慢磨到大家都变成一个圆，所以也蛮开心，这些孩子可以互相的帮忙帮助，所以也蛮谢谢这些队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谢谢粉丝，我去上海看比赛的时候，居然有粉丝一起去看比赛，我说你也太花钱了吧！你从台湾这样子飞机还要住宿来这边看比赛，还有几个铁粉真的都还蛮挺他的，所以我真的蛮谢谢这些粉丝的。那未来他在这个行业退役反正在比赛圈退役，不代表他不在这个行业，不在电竞这个行业，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 support 他，希望他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反正就跟当初他选电竞行业一样，他想做什么，他觉得可以，那就可以去做。我们就希望他开心。这次选择退役是因为他职业伤害，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状况把它调整回来。对现在的队友说，我觉得他们新赛制应该会蛮好玩的，然后就大家就是一样玩得开心啊。贝蒂本来就蛮厉害的嘛，然后阿志无敌的时候在进步嘛，然后像俊佳，我觉得他换个环境可能也会打得比之前更好。之后如果有我之前队友的比赛，应该也会实况的时候看吧，因为我觉得毕竟我就变成一个观众嘛，我就会可以上来嘴炮几句啊，毕竟用嘴打咯比较简单嘛。蛮感谢我的爸妈，就是一直都蛮支持我的，然后到我刚进职业的管理层，可能事业小弟啊，就是蛮照顾我的，在职业场上就是也是带给我很长一段时间嘛，就很感谢，就是这10几年，然后你们一直在支持我的不管是后续加进来的，还是原本就支持我的老粉，就是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吧，然后你们的支持就是也给我很大的动力，让我走到今天。